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啊！喺前年2020年12月嘅時候咧 ，Hot Toys 就宣布重啟呢一個 DC Comics 經典電影企劃，亦即係重啟 Christopher Nolan Batman 三部曲裏面嘅一啲 figure。去到現時為止咧，已經公布咗 The Dark Knight Rises 1:6嘅 Batman、1:6嘅 Batpod、Batman Begins 1:6嘅 Batman、1:6嘅 Batmobile， 同埋有 The Dark Knight Trilogy 嘅1:4嘅 Batman 同埋1:6嘅 Catwoman。最近咧，我就將 The Dark Knight Trilogy 咧重睇咗一次，趁住自己咧仲係記憶猶新嘅時候，我哋先嚟開箱咗 Batman 先。所以我哋今日要開箱嘅咧就係 Hot Toys MMS 591 The Dark Knight Rises Batpod， 同埋呢一隻 Hot Toys DX19 The Dark Knight Rises Batman。無論係人抑或係車咧，都唔係 Hot Toys 第一次推出㗎啦。我哋講咗架車先啦。喺2008年咧 ，Hot Toys 就以 The Dark Knight 嘅名義咧出咗 MMS 70，然後喺2012年嘅時候咧就以 The Dark Knight Rises 嘅名義出咗 MMS 177。所以今次呢一部 MMS 591咧已經係第三部啦。佢原定嘅派貨時間係2022年嘅第2、第3季，咁佢大約喺舊年嘅12月派貨，所以係早派咗好多嘅。然後呢一套 Suit 嘅 Batman 咧，最早喺2009年以 The Dark Knight 嘅名義推出咗 MMS 71，咁啊可以睇到當時頭雕嘅技術咧，同依家嘅真係差好遠噶。跟住就有2010年以 The Dark Knight 名義推出嘅 DX02，所以 Batman 同埋 Joker 咧係 Hot Toys DX 系列嘅開山鼻祖嚟嘅。跟住就有2012年以 The Dark Knight Rises 名義推出嘅 DX12，最近期嘅咧就係2014年以 The Dark Knight 名義推出嘅 MMS 234至到236 Batman 嘅 Armory 啊，喺呢一個武器庫嘅套裝裏面咧都可以重組一隻 Batman 嘅。然後最後就係我哋今次嘅主角 DX19 Batman 啦，佢原定嘅派貨時間咧係2022年嘅第2、第3季，咁佢係4月份派貨咧，佢算係準時派貨嘅。可惜咧，我就係2019年入坑開始玩 Hot Toys 啦，所以今日咧就冇呢一啲舊作品可以同大家嚟一個實時嘅比較啦。不過咧，我哋今日咧會集中專心咁樣睇一睇呢兩個玩具上面嘅一啲細節嘅。其實對我呢一種後終局之戰時期入坑嘅人嚟講咧，近年真係有好多嘅舊作品，一啲上咗神台嘅作品都紛紛咁樣升級再回歸，所以對於我哋嚟講咧真係好幸福噶。今次呢一隻 DX19 都係我第一隻 DX 系列嘅 Hot Toys 啦，咁 DX 嘅意思就係 Deluxe 啦，係即係一個好豪華嘅系列啦。咁究竟呢一個系列同平時嘅 MMS 相比有啲咩咁特別呢？咁我哋今日咧就先開箱咗 Batman 先，然後再嚟開箱 Batpod。外盒方面今次用咗黑色做主色啦，相比起平時普遍會見到長方形嘅嗰種外盒咧，今次呢一個外盒係比較偏向正方形嘅。比較令我在意嘅咧就係佢前面呢一個燙銀嘅標誌，大隻字咁樣寫住 The Dark Knight Trilogy。咁呢一個位咧就令我有啲在意啦，因為咧呢一隻 Hot Toys 開訂嘅時候咧，佢係以 The Dark Knight Rises 嘅名義去出嘅。咁其實按照個邏輯咧，佢用邊一套電影嘅名義去出，係關乎到佢裡面會附送啲乜嘢嘅配件。因為你係應該要出翻電影裡面有出過嘅嗰啲武器啊、裝備啊咁樣先至合理噶嘛。咁所以當初咧佢以 The Dark Knight Rises 去推出嘅時候咧，我已經想講佢裡面嘅一啲配件咧係俾得有少少奇怪嘅。但係而家佢正式出貨之後咧，我認為佢係改咗啊，更正咗係以 The Dark Knight Trilogy 嘅名義去出。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佢裡面陣間俾嘅配件咧就會合理好多啦。打開嘅方式咧，首先用側拉嘅形式咧，將個封套拎起啦。裏面咧呢度就俾咗個好有趣嘅小禮物啊！咁啊，佢係一個好似類似掛飾咁樣嘅嘢嚟嘅。仔細咁睇咧，佢係一個蝙蝠嘅標誌啦，上面有 DX19 嘅字樣啦，後面咧就係一啲 logo 咁樣。佢嘅質地咧係一啲好似硬身啲嘅毛氈咁樣嘅感覺嘅。再加上呢度又俾到一個環啦，咁啊呢度咧就應該可以攞嚟做一個掛飾咁樣啦，可能掛喺背囊上面咁啦。呢個小禮物咧就本來喺預訂圖上面咧係冇嘅，都幾有趣嘅，但係我就覺得唔算係特別嘅高級咧嘅感覺。然後入面咧就見到用海綿咧裝住今次玩具嘅本體啦，表面咧就係一張卡紙咧去指示住呢幾個頭雕一啲簡單嘅介紹啦，就講到明咧佢哋今次咧係全新雕製嘅新作品嚟嘅。將表面嘅一層卡紙拎走之後咧，就可以見到更加多嘅內容物啦。上面一層係海綿拎出嚟之後咧，下面一層就變翻平時嘅嗰啲級數啦。好啦，呢個就係今次呢一隻 DX19 裏面所有嘅內容物。首先想講一講頭先嘅開盒體驗咧，咁我覺得呢一個 DX 系列同平時嘅 MMS 相比咧，我只會形容佢係唔同咗啦，又未去到真係話好升級咗啊、豪華咗嘅感覺。咁我相信咧升級咗嘅應該就係一啲內容物啦。首先咧就有今次 Batman 嘅本體啦。
跟住就有今次全新雕製嘅真人頭雕，一個真人頭雕用嘅替換頸套，一個 Batman 佢用聲納定位時候雙眼發光嘅一個替換頭雕啦。咁呢一個頭雕咧都係全新雕製嘅，兩個替換嘅嘴型，一把可以變形嘅黏膠定時炸彈發射器，一把 EMP 電磁脈衝槍，一把蝙蝠俠嘅鈎爪槍，兩粒小型炸彈，蝙蝠俠最標誌性嘅蝙蝠飛鏢啦。咁今次咧一共又俾咗3個嘅，4隻替換嘅手型，一組後備嘅替換關節，一個電池套裝，一個用嚟調節佢可動眼球嘅一個小工具啦，一個仲未安裝上去嘅斗篷，底下有一個眼卡紙咧去支撐住佢。最後就係今次嘅地台支架說明書。今次 Batman 戰衣主要嘅用色係黑色，佩戴咗一條金色嘅裝備腰帶。戰衣由多種唔同材質嘅用料組成，結構相當複雜。首先咧喺手腳關節嘅位置咧，可以明顯見到最底下嘅 undersuit。undersuit 咧係用彈性布料縫製而成嘅，非常之貼身，顏色咧會比較沉實，冇反光。undersuit 嘅上一層咧就會着上各式各樣嘅護甲，或者咧係附有滴膠做嘅護甲色塊。全身主要嘅護甲咧都係燒光嘅光澤，整套戰衣咧望落去就會有一種沉穩紮實嘅感覺。要注意嘅就係呢啲燒光嘅護甲部分咧，都會比較容易沾油漬嘅，所以玩嘅時候咧要保持雙手潔淨啦。呢套戰衣最大嘅特色咧係部分護甲位置嘅碳纖紋理效果。呢啲部分咧就例如包括有下胸啦、上臂嘅外側啦、膝頭哥位置等等。咁呢啲位置咧視覺上會有一層透明嘅表層，透視出底下嘅碳纖紋理。佢嘅效果係非常之精緻寫實，係相當好睇嘅。除咗碳纖紋理咧，胸甲上面仲有標誌性嘅蝙蝠圖案啦，胸甲咧同埋腹甲咧冇黐死，所以有需要咧可以自行去調節一下佢嘅位置嘅。腹甲係一整塊嘅組件，鋪喺腹部位置嘅表面，用咗類似腹肌形狀嘅排列方式。而腰間兩側嘅裝甲咧就有少少似肋骨咁樣包圍住佢嘅腰部。呢一整個腰同埋腹嘅設計咧，我都好中意嘅。腰部不論係左右扭動或者係前後屈曲嘅時候咧，佢嗰塊腹甲都會整塊移位，甚至係捲起。咁樣咧一來就唔太美觀啦，二來咧我就會比較怕會損壞到嗰塊腹甲啊。所以咧我覺得佢腰部嘅可動性係有受到限制嘅。金色腰帶咧係一件過嘅，冇任何可以拆除嘅設計，上面有一啲銀色金屬色上色嘅點綴啦，旁邊會有一啲裝備小包。上臂嘅護甲咧係由一塊好大塊嘅肩甲以及底下嘅上臂護飾去組成嘅。肩甲由一條碳纖嘅連接件連接到去上胸，然後肩甲底下前後咧都有橡筋帶去連接到去身上面，所以咧就提供咗肩甲一定嘅活動性。平舉手臂嘅話咧，可以幾乎去到90度，已經係相當唔錯噶啦。而手臂前後扭嘅幅度咧就尚算可以接受啦。前臂護甲包括埋手踭嘅部分，護甲上面咧有一啲刀片，電影入面呢啲刀片咧係可以彈射出嚟嘅。玩具上面咧就冇咁樣嘅設計，不過咧佢就做得幾鋒利嘅，硬度亦都幾硬，所以象真度係高嘅，亦都係因為咁啦，玩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啦。前臂摺疊嘅能力非常之強，幾乎可以做到完全摺疊。雙腳大髀位置咧有好多滴膠嘅色塊，呢啲部分咧唔知道係縫上去定係黏上去嘅，不過咧就非常之穩固，應該咧就唔會輕易脫落噶啦。雙腳橫向張開咧非常之繃緊，而且咧仲會有少少回彈。前後扭嘅能力咧都非常弱，所以我開始咧就有啲擔心，陣間去騎上去 backport 嘅時候會唔會好困難呢？另一點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就係喺呢一啲燒光嘅位置摺疊之後咧，係會容易出現皺摺嘅。最後小腿摺疊嘅能力都唔錯。鞋嘅方面係一對長靴，靴嘅部分由兩種唔同紋理嘅表面組成，鞋底嘅紋理咧都有做出嚟。我哋反轉睇下背後，上背有兩個好大塊嘅突出部分啦。喺 The Dark Knight 裏面 ，Batman 佢由國金2期飛去1期嘅時候咧，佢就換上過一個飛行背包。喺以前嘅 DX02或者係最近嘅1:4 Batman 入面咧，都會有呢一個替換嘅背包。不過今次 DX19咧就冇啦，非常之可惜。後腰有模仿脊椎嘅護甲設計啦。腰帶背面有一個掛鈎位置，呢度咧可以掛上佢嘅鈎爪槍。不過呢個位置咧係唔可以收納起嚟嘅。睇完佢嘅背後咧，我哋就可以試下裝上佢嘅斗篷啦。今次嘅斗篷咧用咗非常有彈性嘅布料去做，已經預先咁樣做好咗一啲好靚嘅摺痕。不過斗篷咧就冇藏到任何可以咬造型嘅鐵絲。剪開之後咧，可以見到邊緣位置有做到蝙蝠翼嘅形狀。斗篷咧係由兩塊塑膠件去做安裝嘅。呢一個塑膠件咧呈一個 S 型，前面位置咧要塞到去肩部入面，而後面嘅位置咧係用嚟承托住斗篷嘅造型用嘅。斗篷上面內側咧有一小塊絲質嘅布料，應該咧都係用嚟 hold 住斗篷嘅造型啦，或者係
用嚟架開佢嘅上半身用嘅。安裝嘅時候咧，可以好溫柔，慢慢咁樣將 S 型塑膠件嘅前半完全咁樣塞入去佢嘅膊頭裏面。成功嘅話咧，就應該會感覺到有鎖住嘅感覺嘅。安裝好之後咧，稍為整理一下咧，可以見到斗篷嘅感覺係從戰衣裏面伸展出嚟咁樣，而且佢上面嗰啲折痕咧係好好睇嘅。斗篷嘅長度咧會比 Batman 嘅身高更加長，所以會拖地，有好自然嘅下墜感。同電影畫面比較一下咧，電影裏面斗篷都係長到拖地嘅。不過電影裏面視覺上斗篷嘅質料咧就比較似係絨質，呢方面咧 Hot Toys 嘅斗篷咧就唔太一樣啦。頭雕方面，今次嘅3個頭雕全部都係全身雕製，呢個面罩頭咧非常之好睇，佢嘅比例好好啦，鼻嘅高度、眼睛深陷入去嘅部分都係做得非常出色嘅。頭頂上面嘅2隻角唔算做得好尖銳，所以就唔會拮手。頭雕咧做咗磁吸嘅設計，可動嘅角度非常之大，呢一個可動角度咧可以方便佢騎喺 Batpod 嘅時候擺 pose 用。磁吸力度咧唔算係超強，我覺得算係中等強度啦。如果你唔小心碰到佢咧，佢係會移位嘅。頭雕攞落嚟之後咧，有2個功能可以玩。分別咧就係可動眼球同埋替換嘴型，可以用附送嘅小工具去轉動佢嘅眼球，配合你擺嘅 pose 去望向你想望嘅方向。而替換嘴型咧，今次就一共有4組可以用，分別咧就係合口啦、嘴巴微張啦、一個嬲嬲嘅嘴型啦，同埋一個錫錫嘅嘴型嘅。而另一款嘅面罩頭雕放入電池之後咧，就可以打開 LED 燈，還原咗喺 The Dark Knight 裏面用聲納定位時候嘅效果。雙眼佢嗰盞燈嘅強度咧，真係強到爆炸。直視嘅話咧，係會覺得好刺眼嘅，咁就完全能夠達到電影入面嘅效果啦。最後將磁吸頭同埋頸部拆落嚟，套上一個頸套，就可以裝上今次新嘅真人頭雕啦。今次嘅真人頭雕咧係幾唔錯嘅，演員嘅面型、髮型都有還原到。輪廓方面咧，我覺得雙眼嘅大細同埋眼距咧仲爭少少，未去到最完美。一啲演員面上面皮膚嘅細節同埋一啲面部嘅特徵咧，我覺得都被美化咗啊。頭雕嘅感覺咧，比起演員喺電影入面嘅表現年輕咗好多，所以今次呢一個真人頭雕咧，我會俾佢100分滿分嘅68分。配件方面，手型部分除咗裝喺本體上面嘅一對握拳手型，另外仲有一對握武器嘅手型，一隻張開嘅左手，同埋最後有一隻用嚟握蝙蝠飛鏢嘅右手。武器部分首先有呢一把黏膠定時炸彈發射器啦，呢把槍咧只有喺 The Dark Knight 裏面用咗2次，分別就喺國金2期上面啦，同埋最後喺地盤打小丑嘅時候。喺國金嗰一幕咧，可以見到呢一把槍最初係分拆開並且掛喺腰帶背面，然後由 Batman 組裝起嚟，再用槍上面嘅轉輪同埋計時器去設定計時炸彈嘅時間。玩具上面咧完全有還原到分拆變形嘅設計，但係咧就冇辦法掛到去腰帶背面嘅勾上面啦，因為嗰一個勾咧只係設計俾勾爪槍用嘅，呢一點咧就非常可惜啦。變形組裝嘅時候咧，首先要將後面槍托嘅部分拉出嚟旋轉，上面嘅部分咧要剪開，前面嘅部分要拉出嚟，然後將手柄扭出嚟，咁樣咧就可以組合翻做一把完整嘅槍啦。可以見到電影裏面伸縮嘅設計有還原到啦。紅色計時器裏面咧都有好細嘅數字，寫住2分30秒。呢個咧就係佢喺國金上面設定嘅炸彈時間，呢一點咧係做得好仔細嘅。跟住到呢一把 EMP 電磁脈衝槍，呢一把槍咧只有喺 The Dark Knight Rises 裏面用咗一下。Batman 咧將佢掛咗喺 Batpod 上面啦，一路行駛一路有影響到附近嘅電燈。不過可惜咧，只係射咗一發咧就俾一個警察射爛咗，之後咧都冇再見到呢一把槍登場。玩具方面咧，前面槍口位置可以拉動啦，露出裡面嘅結構。後面嘅部分入好電池之後咧，可以打開亮燈效果。不過咧，我呢一把槍打開燈之後咧，只要一移動到前面嘅部分，佢盞燈就會熄咗啦。咁呢度咧就可能係因為裡面嘅線路有啲接觸不良。呢度咧就應該係我嘅個別情況啦，我呢把槍咧就應該中咗獎啦，唉，真係好慘啊！然後就係蝙蝠俠最標誌性嘅武器之一——蝙蝠鈎爪槍。呢把槍咧主要喺 The Dark Knight 裏面用過幾次啦。佢做咗金色嘅上色，上面嘅部分可以拉動，裏面有彈簧，所以咧係會有回彈嘅。可以見到槍口位置其實都已經開咗窿噶啦。如果有附送埋飛索啊、鈎爪啊，咁就更加好啦。呢把槍咧可以掛到去腰帶背面，咁啊非常之貼合，亦都非常穩固嘅。跟住另一個蝙蝠俠最標誌性嘅武器蝙蝠飛鏢啊，今次附有3個金色嘅蝙蝠飛鏢，佢哋全部都做得幾銳利嘅，一面咧係凸起，而另一面咧係平整嘅。呢個武器主要都係攞喺手上面擺 pose 用噶啦。最後嘅武器就係呢2粒小型炸彈，呢個炸彈咧係 The Dark Knight Rises 裏面俾羅賓用嚟炸開隧道放啲警察出嚟用嘅。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幾可愛嘅小配件嚟嘅。
地台方面咧做咗一個 Gotham City Hall 嘅階梯造型，配合翻上面一啲積雪嘅細節，好明顯咧就係 The Dark Knight Rises 裏面最後同 Bane 大戰嘅場景啦。地台中間咧做咗一個類似電影 logo 裂開嘅蝙蝠標誌，前面有一塊鐵牌寫住 The Dark Knight Trilogy Batman。整個地台嘅設計咧我都好中意，唯獨是係呢一個地台咧又重用咗呢一個有兩盞燈嘅帽啦，咁啊又係冇兩燈功能嘅。我就覺得既然係冇兩燈功能，咁就最好唔好再重用呢個帽啦，無謂俾一啲新加入嘅玩家啲唔存在嘅遐想啦。整體嚟講咧，今次 DX19 嘅內容物同 DX12嘅又係有少少嘅差異，但係大致相同。換上咗全新嘅頭雕，人偶嘅身體咧用咗更加美觀嘅比例，所以今次算係 DX12嘅升級回歸，俾咗新玩家一個重新入坑嘅機會。如果要揀嘅話咧，唔使多諗啦，一定係要買 DX19嘅。我對呢一隻人偶整體嘅評價咧係好高分嘅。跟住就到 Batpod 嘅部分啦。首先喺外盒方面咧，佢用咗又係呢種灰黑咁樣嘅色調啦，同頭先 DX19 嘅外盒咧係有夾到嘅。將發泡膠盒打開之後咧，就大致可以見到今次 Batpod 嘅本體啦。好啦，呢度就係今次呢一盒 Batpod 裏面所有嘅內容物啦。首先就係 Batpod 嘅主體啦，跟住就有呢一個小支架咧，要裝喺佢嘅手把上面嘅。然後就有一張說明嘅硬卡紙。呢一部咧係我第一次開箱 Hot Toys 嘅載具啦。依家初步咁樣望完摸落去咧，好似呢啲嘅外殼啊等等嘅部分咧，都係一啲塑膠件嚟嘅。呢兩個咁闊咁厚嘅車胎就自然係橡膠啦。然後佢主要嘅合金成分咧就係呢個手把位置嘅呢啲骨架啦，同埋呢一個護膝位置嘅呢啲骨架，黑色嘅呢啲骨架咧就係一啲合金嘅部分嚟嘅。因為本來呢一架 Batpod 嘅設計咧就已經係好單薄咁樣，所以依家咧我就咁 feel 落去咧，佢嘅感覺都有少少搖搖欲墜嘅。用手咁樣輕輕咁壓一壓佢咧，佢有少少嘅彈力啦。呢個彈力就應該嚟自佢嘅骨架咁樣嘅。但係我相信用嚟承托住 Batman 或者係 Catwoman 咁樣咧，應該都冇乜問題嘅。佢而家嘅狀態咧，可以見到佢裡面有一啲部分係條條揈咁樣嘅。依家首先咧就按照住佢上面嘅指示咧去組裝咗佢先啦。喺安裝手把之前咧，我哋嚟睇睇手把嘅細節。手把做咗一個金屬銀色嘅弧形護板，有一條線咧連到去車身嘅底部。內側可以見到有磨砂黑色嘅內部細節啦。手握位置前面咧有一個手拉掣，佢有一個旋轉嘅可動性。安裝方法首先要將手把裝到去骨架上面啦，然後再將頭先嘅支架咧扣上去就可以啦。安裝好之後咧，可以見到骨架咧有少少嘅旋轉角度，可以用嚟遷就騎乘時候嘅坐姿。整部 Batpod 咧係一個唔對稱嘅設計，可以見到前輪係從左邊連接，後輪咧就係右邊。呢個設計咧就應該因為 Batpod 最初咧係從 Batmobile 上面分拆出嚟嘅，所以就會有呢一個左右唔對稱嘅設計。車身主體咧有金屬銀色嘅外殼，鞍嘅位置咧就做得好有稜角，可以從鞍嘅位置向前揭起，將主體嘅外殼拆走。明顯感受到咧外殼咧係一整塊嘅塑膠件。拆落嚟之後咧，可以見到隱藏其中嘅引擎啦，同埋後面好多線路嘅細節。引擎蓋上面咧有一粒螺絲，打開之後咧可以放入電池，開啟亮燈效果。呢一度咧有一條線稍為擋住咗螺絲嘅位置，大家咧唔需要太擔心，呢條線咧並唔係任何嘅電線嚟嘅，佢只係一個裝飾。放入電池之後咧，可以從車底嘅開關打開車頭嘅兩盞燈，可以見到咧係兩盞白光燈嚟嘅，而且亮度咧都超強。喺電影畫面入面可以見到車頭燈嘅顏色咧就比較偏向係黃色或者係橙色啦。不過呢度咧就唔一定係 Hot Toys 做得唔啱，亦都有好大機會咧係因為電影上咗 filter，所以影響咗佢嘅色溫嘅。車頭位置除咗燈之外咧，仲有3組唔同嘅武器，分別從上而下就係一對鈎爪發射器、一對重炮同埋一對機關槍。呢度全部咧都冇乜嘢特別嘅機關可以玩嘅，主要都係還原翻個造型啦。呢一個咁闊咁厚嘅車胎咧，可以話係 Batpod 嘅最大特色。車胎咧用咗橡膠做，撳落去咧唔算好有彈性，係偏硬身嘅。胎紋咧又好仔細咁樣做出嚟，上面有做到舊化嘅上色。前輪後輪裏面咧都有紅色嘅保險針去鎖住個車胎，可以防止呢一架 Batpod 佢移動啦。將保險針掹走之後咧，就可以正常咁樣前後滾動啦。電影入面 Batpod 嘅胎咧，仲會有一個左右翻滾嘅功能。咁呢一個咁浮誇嘅功能喺今次嘅玩具上面，當然就冇還原到啦。
車身兩側咧仲有兩塊膝蓋護板，上面做咗磨砂黑色嘅上色，下面用合金嘅支架連接住車身，不過咧就冇任何嘅可動性。最後車尾兩邊咧各有一塊腳踏，兩塊腳踏嘅造型咧完全唔同，上面都有金屬板嘅細節。左腳踏後面嘅管線部分咧就用咗彈簧去做一啲結構，而右腳踏旁邊咧就有一個 EMP 槍械式配器，可以好似 The Dark Knight Rises 裏面咁樣咧將 EMP 電磁脈衝槍掛上去。整體嚟講咧 ，Backport 做得非常之精緻啦，喺好多黑色啊、碳黑色嘅部分咧都有上到少少舊化嘅顏色，內部結構一啲線路嘅細節全部都做得好好，車胎咧亦都夠大夠霸氣。如果想再升級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可以考慮再配一啲發射嘅勾爪啦，或者係炮火嘅特效件，咁就可以再更加咁樣提升佢嘅可換性啦。好啦，完成咗擺 pose 嘅環節。首先我想講一講騎呢一個 Backport 嘅難度咧，係極度難嘅，非常之高嘅難度。咁佢難處喺邊度咧？首先就係咧呢一個 Batman 佢下盤佢嘅雙腳嘅可動性咧非常之弱啦。你單單係好似依家咁樣要跨上去咧，已經係將佢個大髀抹到最盡噶啦。咁如果騎上去嘅時候，你想做到晒所有嘅嘢，你想要雙手扶住個手把，膝頭哥擺到喺膝蓋護板上面，然後雙腳又踩住個腳踏，咁完美嘅一個 pose 嘅話咧，係好難好難。你係要慢慢逐個地方咁樣去就，逐個地方去試位。咁我都好理解到點解佢前面手把位置會設計呢一個可動關節俾你啦。因為咧，如果冇呢一個可動關節咧，佢雙手咧係抹唔到咁大嘅，佢要合埋少少咁樣揸住先至揸得到。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如果你係想影相影靚相嘅話咧，即係未必要真係俾佢隻手揸得到嗰啲手把位啦，可能借一借位咁樣。反正佢呢一個弧形嘅護板咧，都係會遮住佢隻手嘅。擺嘅時候仲有啲咩 tips 咧？就係我覺得佢個頭雕個磁吸式咧真係比較弱啊，今次。所以咧就最好咧將個頭雕拎落嚟先，同埋拆埋佢個斗篷，擺好晒成個身體嘅動作之後，先至裝個頭雕上去，校好個頭雕嘅角度，先至最後裝個斗篷上去。因為呢個斗篷其實你擺咗擺右點樣擺法都係一個動態嚟嘅，嗰個動態都對於呢個成個擺放嘅嗰個動感咧非常之重要。咁啊，整體嚟講咧，今次咧 DX19 佢嘅優點咧就係佢嘅戰衣真係非常之靚，佢上面嘅碳纖紋理我真係好中意，新嘅頭雕都一樣做得好靚啦。配件方面咧就俾得啱啱好啦，都足夠玩噶啦。如果可以俾埋佢嗰個飛行背包做一個替換件咧，咁就更加好啦。DX19 嘅缺點方面咧就太明顯啦，就係佢嘅可動性。其實佢上半身佢嘅頭頸同埋雙手嘅可動性咧係冇乜問題嘅，但係佢嘅腰啊、兩隻腳啊嗰啲咧就實在太弱啦。佢雙腳大髀能夠向前屈嗰個角度唔夠啊，嗰條褲真係要好有彈性先至可以跨得到上去，咁樣瞓喺度揸住呢架車。而今次呢一架 MMS591佢嘅優點咧就係佢真係做得好精細啦，同埋好寫實啦。佢嘅玩具感咧係唔重嘅。缺點方面咧，我唔知呢個算唔算係缺點啦。我就覺得佢嘅呢啲座位啊，呢啲咧佢啲稜角咧太過尖銳啦。咁所以咧頭先喺玩嘅過程裡面，你將 Batman 坐上去咧，係而家係刮到佢嘅大髀同埋佢對靴嗰啲部分咧，基本上係花晒㗎啦。咁你如果要騎得上去擺一個靚 pose 咧，就預咗呢啲部分咧係好容易會受損嘅。另一方面咧就係喺過往嘅 MMS7
70裏面咧，佢會有俾到一個骨架連埋一個額外嘅斗篷，而喺 MMS 177裏面咧就會俾到一個托住斗篷嘅一個塑膠嘅架啦，令到你喺 Batman 騎住 Batpod 嘅時候咧，佢個斗篷都可以做一個飄起嚟嘅感覺。咁因為嗰兩個舊產品我都冇啦，我唔知道嗰兩個配件做出嚟嘅效果好唔好睇。今次佢嘅斗篷咧冇鐵絲可以咬造型，咁啊佢又冇呢一類嘅配件可以配埋，所以咧今次咧係完全擺唔到任何風馳電掣咁樣嘅感覺啦。DX19 嘅預定價錢咧係港幣1790蚊 ，MMS 591嘅價錢咧係港幣1730蚊，冇錯啦。今次咧車咧係比人更加平嘅。作為收藏嚟講咧，我覺得 Batpod 佢冇 Batmobile咁誇張咁大，所以咧以佢嘅尺寸，我相信咧可能好多嘅香港嘅觀眾朋友咧都應該係有位可以擺得到一架 Batpod 嘅。所以如果要買咧，我都幾推薦可以買齊呢一 set，因為實在太靚啦。咁啊跟住落嚟就好期待睇下 Catwoman 擺上去呢架車上面又係咩嘅效果，又會唔會有好大嘅難度啦？今次呢一個重啟嘅計劃咧，我相信咧就未完結嘅。跟住落嚟，我自己希望嘅就係想再重啟埋 Bane 啦，同埋 Batman 嘅 Armory 啦，同埋最緊要，梗係 The Dark Knight 裏面嘅 Joker 啦。好啦，今日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中意今日呢條片嘅朋友咧，就記得一定要讚好同埋訂閱我個頻道，撳埋個鐘仔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喺我嘅 Instagram 上面咧會有更加多唔同形式嘅玩具開箱同埋玩具情報嘅。咁我哋下次見啦，拜拜。